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女演員氣質有多重要？看央視逍遙的趙麗穎和譚松韻就知道了。逍遙以趙麗穎邪魅墮仙與譚松韻靈動少女的雙線碰撞引爆觀劇熱潮，萬妖谷奪寶，百年恩怨，三界陰謀環環相扣，狂飆式節奏搭配電影級實景，5分鐘一個爆點。趙麗穎3分鐘戲份封神反派天花板，譚松韻一人分飾兩角詮釋極致反差，這才是仙俠劇該有的高級感。年末的仙俠劇市場被一部央視出品的《逍遙》徹底攪熱。這部由狂飆幕後班底操刀的40集大劇，12月27日登陸央8下午檔後，直接上演了一出黑馬逆襲的戲碼。截至目前，逍遙在站內的平台熱度已經突破7500，並且數據走勢非常亮眼。能在年底扎堆的影視劇中突出重圍，除了精良的制作水準，趙麗穎和譚松韻兩位女演員的氣質適配度堪稱這部劇的靈魂殺手鐧，直接把角色魅力和劇集質感拉升到了新高度。01，劇情加質感雙在線，追劇根本停不下來。看膩了工業糖精和五毛特效的觀眾，在逍遙裡終於找到了久違的追劇快感。這部劇的劇情爽點在於節奏快，有嚼勁，沒有冗長的背景鋪墊，第一集就把人妖兩界的核心矛盾、關鍵寶物的爭奪和主要人物一次性拋到觀眾面前。被官府冤枉成妖的人間少女逍遙譚松韻是剛找到寶物就撞上巨蟒攔路，危急關頭墮仙碎夢仙君趙麗穎是登場解圍，誰料神權突然異動，竟意外喚醒了被封印100年的萬妖之王紅葉侯名皓事。更抓人的是，紅葉一睜眼就把逍遙認成了100年前背叛自己的寧安公主，二話不說就把這個仇人轉世擄進萬妖谷，一場喚醒糾纏共鬥的大戲就此拉開序幕。一邊是逍遙半人半靈的身世之謎，一邊是碎夢仙君攪亂三界的巨大陰謀，還有寧安公主背叛紅葉的陳年舊怨，每條線索都埋得巧妙，懸念層層疊加，讓人越看越上頭。更難得的是這部劇的質感高級，導演徐紀周把拍正劇的較真勁兒用到了仙俠劇裡，場景設計走的是實景加奇幻結合的路子。萬妖谷取景自張家界的奇峰峻嶺，草蘆衣着潺潺溪流而建，建築形制復刻了貴州梵淨山的古樸韻味。妖界入口的守護神獸脫胎於傳統石獅，卻增添了靈動的羽翼設計，既有中式美學的底蘊，又不失奇幻色彩。在劇情上，逍遙更是延續了狂飆的硬核利落，沒有廢話和拖沓的煽情。第一集引出三方勢力，第2集女主進入萬妖谷，第3集解鎖修煉副本，第4集深入懸案調查，第5集引爆衝突，信息密度拉滿卻不雜亂，相當上頭。當然，演員吸引觀眾進場才是開播最關鍵的看點。02，3分鐘戲份封神，瘋批墮仙的氣質天花板。如果說逍遙的劇情是骨架，那趙麗穎飾演的碎夢仙君就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這個角色戲份加起來不到3分鐘，卻憑一己之力屠了熱搜。她用獨特的清冷邪魅氣質，把這個仙界黑蓮花天花板演活了，讓人又愛又怕。先看妝造和顏值的契合度，簡直是為她量身定制。碎夢仙君的造型驚豔，月白刺繡長袍葉的衣紋上點綴着紋樣，暗藏鋒芒。頭髮半束半散，髮間別着銀質暗紋髮簪，既有仙君的飄逸，又有墮仙的妖冶。最絕的是造型和她氣質的呼應，趙麗穎本身就自帶一種柔中帶剛的氣場，減重8斤後的清瘦輪廓，讓她穿起厚重的長袍毫無笨重感，反而襯得身姿挺拔，行走間衣袂翻飛，自帶生人勿近的距離感，完美契合碎夢仙君表面溫潤內裡狠厲的雙面人設。
再看演技對氣質的加持，趙麗穎把瘋批反派的層次感演透了。歲夢仙君出場時，她眼神柔和，嘴角噙着淺笑，語氣溫婉的像濟世醫仙，伸手時的動作輕柔緩慢，讓人不自覺地放下戒備，可眼底深處藏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把媚術誘惑的精髓拿捏得恰到好處。當逍遙識破他的詭計時，他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眼神從柔和切換到冷冽不過半秒，沒有歇斯底里的怒吼，只是微微抬眼，語氣平靜卻帶着壓迫感，隔着屏幕都讓人打寒戰。03，甜而不膩的靈動少女，撐起仙俠劇的人間煙火。如果說趙麗穎的氣質是高冷邪魅，那譚松韻的氣質就是鮮活治癒。她飾演的逍遙，用甜而不膩的靈動氣質，撐起了仙俠劇的人間煙火氣，讓觀眾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先看角色適配度，譚松韻的氣質和逍遙的機靈少女人設完美契合。逍遙的妝造走清新靈動路線，一身淺青色短打裙，裙擺繡着細碎的草木紋樣，既方便行動又透着少女感。頭髮簡單束成高馬尾，用淺色絲帶繫着，跑動時馬尾飛揚，滿是活力。劇中她妝容清淡自然，柳葉眉搭配杏色口紅，眼神清澈明亮，沒有厚重的眼影和誇張的配飾，完全符合人間少女的設定。譚松韻本身就長着一張初戀臉，圓潤的蘋果肌，靈動的大眼睛，自帶清甜感，和逍遙貪才而有道義，慫而有擔當的性格高度契合。她笑起來時眉眼彎彎，透着狡黠；遇到危險時眼神堅定，透着韌勁，把少女的鮮活感演繹得淋漓盡致。而飾演前世的寧安公主時，妝造和氣質又完成了完美切換。一身紅色長裙，裙擺葉的，領口和袖口繡着金線暗紋，頭髮梳成繁複的髮髻，插着玉簪，妝容濃豔，眉峰微挑，眼神決絕。譚松韻瞬間收起了逍遙的靈動，多了幾分公主的端莊和狠戾，尤其是大婚時一箭穿心的場景，她眼神冰冷，沒有絲毫猶豫，把寧安公主的清冷決絕演繹得恰到好處，和逍遙的氣質形成鮮明反差，讓人不敢相信是同一個演員。這種反差感離不開她對角色氣質的精準把握。逍遙的爆火再次證明了女演員氣質適配度對仙俠劇的重要性。趙麗穎的清冷邪魅讓歲夢仙君成為年度最驚豔反派，用幾分鐘戲份撐起了全劇的仙魔張力。譚松韻的靈動治癒讓逍遙成為最討喜仙俠女主，用真實感拉近了觀眾和奇幻世界的距離。兩位女演員用截然不同卻同樣貼合角色的氣質，為劇集注入了靈魂，也讓這部劇跳出了流量堆砌的怪圈。相信在兩位女演員的精彩演繹下，逍遙會持續發力，成為2025年底仙俠劇的終極王炸。2. 趙麗穎自降片酬演反派逍遙未播先火，譚松韻侯明昊解鎖仙俠反套路。趙麗穎自降2/3片酬，就為了在逍遙裡演個反派。這事兒聽起來離譜，但還真發生了。聽說她不僅零片酬客串，還倒貼錢參與制作，就因為她看中了劇中那個表面是醫仙，背地裡是幕後黑手的玄機角色。原劇本裡這個角色單薄得像張紙，趙麗穎硬是拉着編劇熬了幾個通宵，把它改成了現在這個複雜多面的模樣。她這次還兼任了監製，在片場，她不再是那個只負責演戲的演員，而是會盯着監視器，和導演徐紀周一起討論鏡頭和剪輯。她的休息椅上總是堆滿了剪輯的語法這類專業書，筆記本裡記滿了特效預算和演員檔期，這轉型決心可真不是鬧着玩的。譚松韻這次可是被虐得不輕，她的同時演兩個角色，一個是100年前在大婚之夜親手刺殺妖王紅葉的人族公主寧安，另一個是100年後誤打誤撞有點財迷的江湖少女逍遙。一個是隱忍決絕，
一個是活潑跳脫，完全不同的兩種性格，全靠他一張臉來切換。有一場戲是逍遙對着紅葉吹粉末，紅葉一臉嫌棄，但又忍不住偷笑，那種他在鬧，他在笑的氛圍，現場工作人員都說甜度超標。可到了寧安刺殺紅葉的那場大婚戲，譚松韻的眼神瞬間變得又狠又悲，那種複雜的情緒一條就過了，把導演都看愣了。侯明昊為了演好妖王紅葉，可是吃了不少苦頭。他先是增肌10斤，練出妖王的魁梧體魄，為了表現被封印100年後的虛弱感，他又迅速暴瘦15斤，讓臉頰都凹陷下去，就為了那種刀削般的銳利感。他那頭標誌性的銀髮是飄了整整7次才達到的效果，每次拍攝前還要再做3小時的固色護理。他穿的那件黑袍子，遠看是黑色，近看才發現用銀線繡滿了複雜的腰紋，重達3斤多。侯明昊就這麼一直穿着，就為了時刻保持腰王挺拔的姿態。這部劇的導演是拍出《狂飆》的徐紀周，這是他第一次碰仙俠劇，他直接把《狂飆》裡那種權謀博弈的勁兒帶了過來，讓人族和妖族爭奪的玉裡神拳不只是個寶物，更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每個角色的貪婪和慾望。美術團隊是長安12時辰的底坤，他們在橫店和貴州都雲實打實砸了3個億，搭了一個5萬平米的萬妖谷。谷裡的瀑布是從書架上流下來的，那些花花草草都是真的青苔。特效更是請來了《流浪地球2》的團隊，劇中有個洗骨池的片段，人狐交纏、骨骼重組的畫面，逼真的被網友稱為視覺暴擊。劇情開局就很高能。100年前，靈族領袖紅葉為了化解兩族恩怨，娶了人族公主寧安，結果婚禮上被新娘子一劍刺死。100年後，一個跟寧安長得一模一樣的財迷少女逍遙，不小心闖進了封印紅葉元神的地方，還把她給喚醒了。紅葉滿腦子都是復仇，而逍遙卻是個3屆打工人，整天想着怎麼在妖界考公刷履歷。這2個人被迫綁在一起去找玉裡神拳，一路上互對互坑，把好好的血仇劇本演成了仙俠版的公路喜劇。官方預約人數早就突破了800萬，預告片放出來那天，服務器差點被擠癱。社交媒體上，譚松韻的白髮紅衣造型和趙麗穎的反派眼神殺，動不動就衝上熱搜榜首。之前愛奇藝招商會的海報只放了侯明昊，沒見譚松韻，還惹得譚松韻的粉絲很不滿，質疑是不是女主消失了。平台方趕緊出來解釋，說這是角色視角敘事，不是番位問題，這才勉強平息了風波。